嘿，大家好，我是易王，欢迎来到最新一期的开箱异闻录啊！这一次我们来开箱一台体型小巧、性能还过得去、价钱看起来也还不错的迷你桌面台式小电脑。有关注 Linux Tech Tips 的同学应该知道，老来前不久评测了一台戴尔的 Optiplex 7070 UFF Ultra 迷你主机，是一台小到可以藏在显示器的支架里面的迷你电脑。这台机器的设计思路非常的惊艳使用体验看起来也不错，唯独就是有一个小问题，就是价格不太美妙但是毕竟咱们中国呢就有个神奇的东西叫做闲鱼然后我去搜了一下，还真的在闲鱼上面发现了这台机器价格明显便宜了非常多没错，我闲鱼王又回来了。在闲鱼上面，我找到一家卖这个7070 UFF 准系统的这个不含内存硬盘支架的i7-8565U 版本是1500块 ，i5-8265U 版本是1265。大家都知道现在显卡的价钱非常的疯，导致很多人他只能买带核显的 CPU 顶着用于是呢就导致核显 CPU 的价格也一起疯涨现在8100居然已经要900多块钱了。这台机器它1000多块钱就有8代的4核8线程的处理器加主板加散热器加机箱，还是一台超级迷你的小电脑就包括相同处理器的这个笔记本基本上二手的都要卖到2000多甚至3000块钱这么算下来呢，就好像还是有一点划算的。当然呢，它这个准系统它是二手拆机的机器，然后同时它又有戴尔成品商务机的这么一个属性加成在里面，所以实际好不好用、成色如何等等就要拆开来看一下才知道了。好，这一个是我加了30块钱买的，据说是原装的这个电源，希望是真的原装吧。有点像那么回事，到时候看打不打得开，来看一下吧。好，本体，哎呦，真的好轻，真的是好像一个显示器的支架锯了一块下来。我这里刚好有一台戴尔的显示器，能不能对一下那个支架？好像这个还小一点，要窄一些，然后这个更薄。但是普通的支架是没有办法说把这个装进里面去的，一定是要它7070 UF 那个原配的特殊版的支架才行。OK， 那么我们来仔细看一下这个东西首先顶上是圆圆的戴尔的 logo， 然后下面是型号 Optiplex 7070 Ultra， 然后最底下呢是这个接口的一些指示图标。好，然后反过来这边就比较简单了，有4个螺丝，估计是固定到什么地方的。然后底下这里是一个盖子，我们拧开来看一下，它只有一个十字螺丝的固定。然后这里可以看到卖家贴了一个 CPU 的这个型号标签在上面，然后这里可以看到了散热器的热管。这么看上去，这个整体的成色还是挺新的，里面好像基本上没有什么灰尘，这个散热器也基本上没有氧化的感觉。然后这里呢有一个 SATA 的这么一个排线接口。通过一个高出机身表面的盒子以及一条排线可以给这台机器转接出一个2.5英寸的硬盘位但是呢，我的卖家它没有这个盒子，在淘宝上我也只找到一条硬盘转接线但是我觉得让这么一条脆弱的排线暴露在外面不是太美妙这台机器上面的 USB 接口也不算少所以可能使用硬盘转接盒会更方便一点。接下来看一下机器的四周首先是顶上这里是大大的散热排气口，然后旁边是这个电源的这个开关键。接下来是不知道算左边还是右边的一个侧边首先是这个业界领先的 3.5毫米耳机接口过来是这个散热的进气孔，然后是这个硬盘灯。接下来是一个 Type-C 样式的 DP 视频输出接口以及一个 USB 3点不知道多少的这个 USB 接口。好，接下来是这个反对侧。首先是一个笔记本的锁孔，然后是一个机箱外壳的固定螺丝这个螺丝卖家没有给我所以就要轻轻一推这个外壳就开了里面的我们等一下再来看。然后最后是这一个也是散热器的进风口。就是底下有5个接口首先是一个同样支持 DP 输出的一个 Type-C 接口然后是这个电源的输入接下来是 RJ45 的网线接口，以及2个 USB 3点不知道多少总的来说，这台机器的这个 I/O 接口还是相当丰富的可以满足日常的需要。OK， 我们接下来拆开看一下内部这台机器的拆解还是挺简单的首先拧开这颗固定螺丝，然后把这个顶盖往机器顶部的方向一推
再拿开就可以了非常的方便。顶盖的内部简单的介绍了这个散热器NVMe SSD 以及 WiFi 无线网卡的拆装。这东西的成色还是挺新的无论是 PCB 也好，这些接口也好，还是散热器的风扇鳍片里面，基本上都看不到这个灰尘和氧化的痕迹。卖家说这批机器是海外流回来的，还剩下大概2年多的质保。但是我上戴尔的官网去查了一下发现这个 Optiplex 这个系列呢是不支持全球联保的所以这台机器除非它是国行，不然想享受到官方的保修，基本上就是没有希望的了。好，我们继续回来看这台机器一眼看过去，感觉就是把笔记本的主板跟散热器模块拆了下来，然后做成了一台迷你主机。这个散热器刚刚从反面可以看到，应该是梦幻单热管不过压一个 U 字尾的低压处理器，我感觉还是问题不大的。过来把这里掀起来是2个 DDR4 的笔记本内存的插槽这个扩展还是挺良心的现在闲鱼二手的8G DDR4 笔记本内存条应该200块钱以内能搞下来。这个框应该是 CPU 散热器的这个背板然后旁边一个2230的M.2 硬盘 NVMe 的这一个插槽，然后下面这一个是一个 M.2 的 WiFi 无线网卡的插槽天线呢就已经是内置好的了。卖家那边可以加钱买这个 WiFi 无线网卡，但是我没要因为我手上还有之前买多了的 AX200 以及从一些笔记本里面换出来的垃圾 WiFi 无线网卡我也想试一下到底是能支持哪一个。看官方的说明书应该是能支持到 AX200 的。就没有其他接口了还是挺简单的所以我们现在来把它填满。首先是这个内存这里用了2根我之前买的金士顿的 DDR4 4G×2 套条给它组成8G 双通道。接下来是无线网卡我这里直接上这个 AX200，如果不支持的话再来去换这个更差一点的。这个 WiFi 天线的接口不管装多少次都是觉得特别的难装。OK， 最后一样是固态这次我使用的是2230长度的三星 PM991A， 容量是500G， 整个固态只有1颗芯片主控跟闪存全部都包在里面了。991A 是三星比较新的一款 OEM 盘据说性能比991要强，但是我没有看到多少评测所以我就自己买了一个回来跑一跑看看另外2230长度的 SSD 里面也没有多少型号可以选的。OK， 装上去。OK， 完成然后再把这个外壳给它装回去。这个机壳螺丝我也买到了，是 M2.5×5的就是2.5毫米粗，5毫米长。如果买短一点的沉头螺丝，可能效果会更好不过现在这个也还 OK。唯一的问题就是一买一次要买1包就有点亏感觉。挺稳的，固定起来的感觉不错。OK， 我们来点亮它试一下。这里我使用一条全功能的 Type-C 线来进行连接。通过这一条线视频鼠标键盘全部都可以完成连接了。如果你的显示器有65瓦反向输出的话据说只要这一条线连供电都可以搞定。因为我没有那样的显示器所以我就要使用它这个据说是原装的这一个电源适配器然后这个刚好也是65瓦的。OK， 我们插上去试一下。戴尔 logo 出来了。开机之后呢，它就弹出了一个缺少 Service Tag 服务标签这么一个东西的提示。按 F1 进去的话呢，就弹出这么一个让你输 Service Tag 的提示框上面告诉你要在机身上面找到这个 Service Tag。但是呢，这台机器我里里外外翻来翻去都没有找到这个东西甚至就连序列号以及安全认证这些常规的东西我都没有发现。所以这台机器我现在觉得它更像是从备件库里面挖出来的东西或者是组装机所以官方的保修肯定是别想了。就好在里面的零件还是成色还是比较新的这个编号应该是生产的时候输进去方便戴尔确定这台机器的售后情况的。卖家告诉我是上面输7个0，下面输8个1但是我总觉得不太爽。我去油管上面看别人的评测视频，找到了一个原装机器上面的编号反正这台机器我肯定没有办法申请售后的了所以试试这个序号输进去的话，能不能使它工作得正常一点。
OK， 输过一次之后就不能还原了。哎，不管它 ，Apply Changes。啊，接下来又提示这个系统识别没有设置啊，我感觉这块主板是不是全新，还是被还原过，还是拔了电池就清空呢？回车，居然直接进系统了啊！那一块 SSD 卖家告诉我是从戴尔的机器上面拆下来的啊，所以这个原装系统还保留在里面哦。啊 ，AX 200 WiFi 网卡识别正常啊，太好了，不用拆开来去换网卡了。啊，激活的时候可以在许可协议里面看到，哎，就是戴尔产品。这块 SSD 不会刚好就是从这种产品里面拆出来的吧？它这个 Windows 版本居然只能使用微软的账号来登录，不能使用本地的账户，啊，有点烦。第一次见 Windows 10有这么多东西可以选，不知道是戴尔特有的还是什么特殊版本啊？都勾上试一下吧。居然是家庭中文版，而且序列号不对，无法激活，我实在是太失望了。OK， 现在这台机器的系统已经装好了，然后我也把它挂到显示器上了。这段时间我一直在找它的原配支架，但是都没有找到价格合适或者是方便购买的啊。最后我还是用了卖家提供的一个土办法，用这种几块钱一个的子母扣给它粘上去就行了。这玩意的粘力非常强，在稍微有一点弯曲的平面上也是没有问题的啊。然后它也比较轻，只有1斤多一点，我们就这么挂了2个星期左右啊，一点影响都没有。接下来是关于这2个 Type C 口，我们测试过了啊，除了只能用底下那个 Type C 口来供电之外啊，在数据方面它们都是全功能的。我们试了手上有的线啊，包括 Type C 转 HDMI、Type C 转 DP， 还有这个 Type C 的 Hub， 全部都是工作正常的啊，这些接口全部都是能用的。如果你有合适的线的话啊，它是可以输出到 4K 60帧的啊，所以如果你有合适的设备啊，确实是只用一条线啊就可以完成全部的传输。所以它现在的情况就是啊，平时放着不动啊，它是一台一体机，然后你有需要的时候也可以很轻松的拔下来拿走啊，就是它的走线会比正常的一体机要乱上一些。OK， 接下来我们进系统看一下它的使用情况啊。首先还是老朋友 CPU-Z 和 GPU-Z， 看一下参数。处理器是 i7 Kaby Lake 啊，没有问题，但是型号是 8665U 啊，我记得我下单的时候是 8565U 的啊，怎么说到这个还稍微强了那么一点点。然后核显啊是万年 UHD 630的小弟啊620。内存频率是跑在了2400啊，所以不用帮它配太好的内存啊，有时候待机它会降下来一点。然后我们跑了 Cinebench R20和 R23，在使用原装的 DC 供电器供电的时候啊，成绩是这个样子的。在系统里面开了高性能模式，没有折腾功耗的情况下，在这台机器里面 8665U 的多核性能和9100啊差不多，甚至可能略强一点点啊，是打不过10100的。但是呢，单核分可能因为单核睿频比较高，它比10400甚至都要强上一些。总之，这个处理器性能满足基本的办公需求啊，是没有什么问题的。过来是三星这一个 PM991A 的 SSD 啊，我们这一颗在装完系统之后开机看了一下，读写量大概在300-400G， 然后通电时间在10几个小时啊，其实也算是挺新的。性能方面，我们前不久拜托了 B 站的 UP 主 CY 帮忙测试了一下啊，使用了相同芯片，但是2280长度啊 ，PCB 后面一半都是空的啊的版本。总的来说，性能在 PCIe 3.0 的 NVMe 固态中算中端水平，跑换写入差不多400M 啊，就是比较容易过热，可能还得手动加个散热片改善一下。啊，当然224尺寸的硬盘也没有多少可以挑的啊，如果有这个需要的话，还是可以考虑的。然后是核显 UHD 620啊，这位同学其实大家都很熟悉了。玩 LOL 1080P 高画质大乱斗团战的时候，帧数大概在60多这样子，最低会掉到57、58。降到中画质的话呢，就能稳定到60帧以上啊，平均70、80这样子啊，也就是说平时放松娱乐一下还是没有问题的。接下来我们用 P 处理让它连续跑了10次的 Cinebench R20啊，整一个耗时是超过半个小时以上的啊，得分基本上都稳定在了1550左右啊，还是比较稳定的，功耗释放 OK。我们用 Cinebench R23连续烤了20分钟的机啊 ，CPU 功耗稳定在25瓦左右，此时风扇的转速是4000转，噪音为40分贝出头啊，在笔记本散热器之中还算是比较安静的了。用热成像仪看了一下，后盖最高温的地方是50度出头啊，出风口处有60多度，还是比较烫的啊。不过好在这台机器一般放在显示器背后我们摸不到啊，就是开关机的时候可能要小心一点。
然后我们跑了15分钟的撸啊撸，输入功耗比之前单烤 CPU 要稍高一点啊，但是噪音是差不多的。CPU 的这个功耗啊显示稳定在25瓦，这个应该是功耗强来的了。机器的热成像温度的话，比刚才单烤 CPU 时还要高几度啊。总之，满负载工作时不要去碰出风口就好了。接下来我们换到了更小巧的干充电器来进行供电啊，瓦数和刚才原装的那一个供电器一样，都是65瓦的啊。很多显示器它的反向 Type C 供电也是65瓦。首先这条 Type C 的线质量要是比较好的才行啊，不然它就会报警不让你开机，除非你进 BIOS 里面把这个警报给关掉。接下来我们在 Type C 供电的情况下跑了 Cinebench 啊，多核分下降了大约9%这样子，单核分倒是降的不多。然后是同样的撸啊撸 1080P 中画质啊，道兰多团战的时候帧数只剩下40-50了。我们换过120瓦的供电器，也是一样的成绩，所以应该是机器自身的功耗强导致的。通过AIDA64的监控，我们发现啊，在跑 Cinebench R20的多核时啊，整个 CPU package 的功耗比使用DC 供电时是少5瓦的。可以确定到7070 UFF 这台机器啊，在使用 Type C 供电时啊，性能释放是不如 DC 供电的。这个问题呢也是有办法解决的啊。TechPowerUp 出了一个软件叫做 Throttle Stop， 可以解锁笔记本的功耗强。当然，使用这个软件某种程度上来说就和超频是一回事啊，所以就和这个软件第一次打开时的弹窗一样啊，出了什么问题责任自负。在你考虑清楚之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软件怎么用啊。在打开它之后，我们点到这个 TPL 这里。它会显示出这个 CPU 的各种功耗限制。通过和 DC 供电时的数值做对比，我们发现使用 Type C 供电的时候啊，它的功耗上限是要低一点的，所以我们给它改回去，改成和 DC 供电时的一样啊，然后 Apply，OK， 然后这边要Turn On 打开一下，保存啊。接下来你最小化或者关掉都可以啊，需要重启之后才会失效啊，所以每一次开机的话都要先开一次这个软件才行。然后这个多核分就正常了，当然我们是不会就这样就满足了的。首先我们来调整一下短时热屏的功耗 PL2啊，它默认的51瓦其实给的有点太高了啊 ，CPU 很容易撞到温度墙，然后就降频了。这里我们给它改成45瓦啊，这样反而能跑满28秒啊，性能反而更好。接下来我们调整一下这个长时间热屏的功耗上限啊，我们给它改成30瓦。啊，这样温度会更高，风扇会更吵，但是能让 CPU 长时间保持在更高的频率上。超出默认设置的功耗数值可能会不生效啊，所以我们在 OK 保存之后，要打开这个 FIVR 的功耗控制页面，把内存这个框里面的关闭及锁定睿频功耗限制这个勾给打上就可以了。我也不知道内存跟 CPU 睿频有什么关系，但反正勾上它就工作正常了啊。OK。接下来我们在系统设置里面把电源的计划选到卓越性能啊，这一个选项用注册表可以开出来，百度或者 Google 一下你就能找到的了。或者你可以勾上 Speed Shift EPP， 然后设置到0啊，它的功能和卓越性能是一样的。它是 Intel 用来控制笔记本 CPU 睿频积极性的一个东西啊，数值越大睿频越低，数值为0时睿频最高。调整系统的电源计划就会改变这个东西的值啊，最后保存就 OK 了。顺带一提，不使用 Intel 自家的 XTU 是因为可设置的东西太少了，还不一定生效。调整完成之后啊，即使是使用 Type C 供电啊，在 Cinebench 中的多核得分依然是能比 DC 供电时的原生状态高出约10%左右的。通过监控可以看到，当 CPU 刚刚开始认真工作的短睿频时间内，输入端的功耗是可以去到60多瓦的，基本吃满了这个供电器。当28秒的真男人时间过去之后 ，CPU 的功耗会跑在30瓦的 PL1 值上面啊，此时 CPU 的风扇转速是可以去到5000多转，就能听到比较明显的声音了。同样是使用 Type C 玩 LL 中画质啊，解锁功耗前后的帧数差异巨大，足足多了几十帧啊，从不能玩变成还算流畅了。但是对比 DC 供电时，差距就不是很大了，只多了几帧这样子啊。切换成高画质也是一样的，所以应该是核显那一边瓶颈了。我觉得如果是为了 CPU 性能的话，还可以超啊；如果是为了游戏的话，必要性就不是那么大了啊。在使用 Type C 供电的时候，把功耗上限解除一下，设置成跟 DC 的性能差不多啊就可以了。毕竟，虽然我们短时间内测试下来没有蓝屏、死机、重启什么的啊，但是长时间高负载使用下，谁也不知道 Type C 接头啊、供电芯片啊、CPU 供电啊会不会出问题啊。总之，出了什么事情自己负责。总的来说，7070 UFF 这台机器如果选择 i5 的版本，搭配自己购买的内存 SSD，整台机器下来的价格应该是不超过2000块钱。
i5 865U 和 i7 8665U 的主要差别在最大的 boost 频率啊，其他的参数全部都是一样的啊。考虑到它们的性能都要受到功耗墙的限制啊，所以实际使用下来的体验差距应该不会太大。现在自己组装一台 i3 核显的办公电脑，价格其实也差不了太多，而这台机器它要小巧很多啊，更方便整理，更省地方，偶尔还能很方便的带出去。而且大家都知道，在电脑这一块性能相当的情况下，体积越小它是要越贵的。到这里为止啊，7070 UFF 这台机器听上去都还可以啊，唯一的问题就是它有一个极其强大的对手，那就是 Intel 自家的 NUC。在闲鱼上面 ，Intel 自家的豆子峡谷啊，对，真的叫这个 NUC 8 i5B1K 薄款，全新带塑封的，只要1650块钱。处理器同样是8代的 DDR i5，但是核显是 Iris Plus 655啊，性能更强。然后它有一个雷电3的接口，支持全长的 NVMe 固态啊，甚至还送了一个原装的充电器啊。然后它还有自带有 WiFi 无线网卡，以及可以装到显示器 VESA 接口上面的一个支架。然后，如果你加一点钱，1800块就可以买到原生带有2.5寸固态硬盘位的版本啊。最后，它甚至还是一台可以完美黑苹果的神器啊。这么看下来，这一台只便宜了几百块钱的7070 UFF， 瞬间就没有这么香了啊。毕竟它虽然内部程式还挺新的，但再怎么说也是一台来路不明的机器啊，是没有办法提供长时间的保修的。对比起来，7070 UFF 最大的优势应该就是那个全功能的 Type C 接口了啊，一条线可以搞定供电和数据啊，搭配合适的显示器的话，理线方面会简洁一些。但不管怎么说，在核显 CPU 比较贵的情况下啊，选择一台 NUC 准系统作为入门办公迷你主机，这个思路我觉得是 OK 的啊，比你自己装一台 ITX 小电脑要便宜。同时，对于那些对电脑性能要求不高啊，但是想要有一个大屏幕方便办公看文档啊，同时又想桌面更简洁、节省地方的人来说啊，这种形式啊也是挺不错的。然后我去搜了一下，发现这款机器呢，其实它是有推出后续的型号的啊，叫3090 UFF 和7090 UFF。i5 1145G7 加8G 加256G 加 WiFi 加键鼠的啊，是3400到3500这样子啊，全新带原装那个支架的。啊，这个价格其实比我之前预想的要合理啊！现在差不多配置的轻薄本基本上也是要4000块钱打上啊，中间这个差价你就可以买一个更大更好的显示屏啊，这个办公的体验肯定是要比轻薄本那个小小的屏幕啊是要好上很多的。所以如果你的需求和我前面说的那些符合的话，那么这台机器其实也是可以考虑的啊，它确实是比较的省地方，然后又方便打理。但是对比传统的一体机呢，它又可以比较方便的升级屏幕或者是配置。另外，我在闲鱼上面还发现有戴尔 7070MFF 的全新准系统，是可以上桌面版8代跟9代处理器的，体积比这个要大上一些，看图片感觉跟 Mac Mini 差不多啊，但是也可以通过支架挂到显示器后面，然后价格也是挺便宜的。如果你有相关需要的话，感觉也可以关注一下。OK， 那么这次的影片就到这里了。如果喜欢的话，记得点赞和评论支持一下啊！喜欢中再点一个订阅，就不会错过后面的内容了。我是一王，下期见，拜拜。